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读书片刻。通过1年半的诉讼，我终于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。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，火速赶到前夫徐志家。一想到马上可以跟女儿团聚，周遭的空气仿佛都变得香甜无比。在我数次敲门后，徐志妈妈才不耐烦地打开门来。听清我的来意后，她翻了个白眼：“有抚养权又怎么样？我们徐志可是孩子的爸爸，就想跟他多待待，你能拿我们怎样？”被这一番言论对得哑口无言，我只能再一次惊叹他们的厚颜无耻。我踮起脚朝屋内看了几眼，饭桌上只有徐志跟他爸爸在吃饭，桌子上没有多余的碗，证明我的女儿连饭桌都没有上。储物室里隐约传来女儿微弱的声音：“是妈妈来了吗？我想见妈妈。”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才压制住一把火烧死他们，同归于尽的滔天恨意。为了不让我跟孩子见面，他们先是频繁搬家，后来干脆不让孩子读书，现在连饭都不让女儿好好吃了。他从小就怕黑，把他锁在储物室里，该有多无助啊！我企图冲进房间，徐志走过来阻止了我：“干啥呀？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！”确定是我后，女儿发出了更大的动静：“妈妈救我！”我奋力挣扎，终究因为男女力量悬殊，被推到门外。面对女儿的求救，我却无能为力，眼眶中打转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我哆嗦着摸出手机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报警！我要报警！你们这一群土匪！”徐妈上下打量我一眼，翻了个白眼：“瞧瞧你这邋遢的样子，我儿子不出轨才怪。再说哪有男人不偷腥的？就你不识好歹要离婚，还抢走了我跟他爸辛辛苦苦一辈子才买的房子，活该！”门猛然关上，差点撞到我的鼻子。我靠着门，缓缓滑坐在地上，想着女儿在里面受罪，我的心脏就仿佛被尖刀剜成千块万块，痛到麻木。我跟徐志10年初恋修成正果，也曾是众人羡慕的对象。所以当我发现徐志背着我出轨时，天塌了一半。为了孩子，我选择了隐忍。可就这一次让步，反而让徐志成了惯犯。他频繁出轨的那段日子里，我睡不着觉，吃东西习惯性反胃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跟徐志天天吵架，女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不能很好的成长。一狠心，我终于决定离婚。我咨询了律师，提前收集了徐志出轨的证据，迫使他成为此次诉讼中的烈士。但为了尽快脱离徐志，我没有提过分的要求，甚至抚养费都没要，只求财产一人一半，为以后能给女儿的生活一个保障。房子市价194万，折算一人97万，其余存款固定资产105万，折算一人52.5万。我为了要这套房子，还去银行贷了45万给徐志。这就是所谓的我抢了他们房子。况且这些年我挣的钱几乎都花在了这个家里，还搭上我整个的青春。除了这个房子，我就只剩下为这个家操劳到蜡黄的脸。待一切尘埃落定，徐志又以我经济能力不行，还身负巨债，且我工作太忙，又没有父母帮我带孩子为由，抢走了抚养权。那个还没来得及换锁的下午，徐志夺门而入，徐志妈妈抡起花瓶猛地敲在我头上，眼前一阵发黑，我彻底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屋子里空空如也，女儿也不见了。手机里还有徐志发来的恐吓短信：“
房子我搬不走，孩子你也别想见到。那一刻，我的天彻底塌了。我跟女儿已经分离527天，每一天都度日如年。终于等到警察来了，我一咕噜爬起来，向警察说明情况。见到警察后，徐家人的态度一瞬间变得谦卑无比。徐志抱着女儿，俨然一副慈父的样子。他每天像个泼妇一样站在我的门口，又叫又闹，瞧把孩子吓得。徐志不知道怎么恐吓了女儿，吓得她不敢说话，甚至连看我一眼都不敢。徐志妈妈则是哭倒在警察脚下。我们老徐家就这么一个根，我怎么可能舍得他受苦啊？截然不同的态度看得我目瞪口呆，警察也面露难色。最终在徐志得意挑衅的眼神中，门缓缓关上。在徐志颠倒黑白的说辞下，我竟然变成了过错方。好在脸上带着刀疤的警察一眼看穿根本，愿意相信我所说的话。他是孩子父亲，法律上构不成绑架，所以我们也只能尽量调解。我木讷地谢过警察后，转身准备离去。刀疤警察却突然跑到我身侧，像你这样的情况，我见过不少。虽然我不能帮你，但我可以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当时灯光昏暗，我的脸上尽是诧异。我以为像徐志这样的无赖人渣世间罕见，这世上竟然还有很多跟我有相同遭遇之人。通过刀疤警察的介绍，我认识了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发起人朱莉。在她的身后还有4000多位有着大体相同遭遇的母亲，年幼的孩子被男方抢夺藏匿，他们即便手握抚养权或探视权，也依然找不到孩子。惶恐无助的我加入了朱莉组建的紫丝带妈妈联盟8微信群，群里都是跟我一样被迫同孩子分割两地的妈妈。当我发泄时说完自己的经历后，群里不少妈妈开始分享自己的维权经历，抱团取暖。我跟你在同城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，徐娇妈妈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温暖，也再一次看到希望。我四肢百骸充满了力量。女儿，再等等，妈妈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。我还跟担任紫丝带妈妈公益援助的律师郭晓明通了话，心下更加安定。他在为我们这样的群体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外，也在完善立法以及加强法律的落地执行方面做着不懈的努力。在他跟妇联的帮助下，我在法院成功申请到强制执行。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孩子不见了。我冲进房子，找遍了每个角落，连衣柜都没放过，可就是不见我女儿的踪影。有执法人员在，徐志没有太过嚣张，这不放暑假，送孩子去玩了，等他回来我就把他送过去，就不劳烦你们了。我自然知道这就是个借口，并且徐志态度越好，我心就越慌。他那胜券在握的语气，就好像女儿永远回不来似的。我发疯地揪着徐志的领子，让他把女儿交出来，他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言论，面上看起来彬彬有礼。我一击重拳打在棉花上，心头憋得慌。从徐家离开时，我的脚步越发沉重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爸妈就离婚了。爸爸是个烂赌鬼，我出生后就没见过。妈妈嫁给后爸后，又生了个儿子，生怕我抢了他们财产似的，早早就同我断绝了关系。因此，女儿就是我的全世界。更是因此，从徐志出轨到现在，一直是我孤军奋战。好在如今我又有了可以倾诉之人。我在群里分享了最新进度。
群里姐妹纷纷安慰我，又给我出主意。好多姐妹自动揭开伤疤，跟我说她们一模一样，甚至更加过分的经历。那个自称同城的王阳妈妈私加了我。我们通过简单的寒暄后，她打开了话匣子。姐妹，你就是太老实了。对付这种无赖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比他更无赖。我以前也是个眼瞎的，为了个贱男人执意远嫁。他家暴把我打得半死不说，好不容易离婚了，他还把孩子给我藏起来了。我当时想的就是，我就这条命豁出去了，也要把孩子抢回来。我让他在十里八村臭名远扬，然后带了一帮人抢了孩子就回老家来了。他之前都不肯陪我回娘家，所以他连我住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让他找，找死他。我擦干眼角的泪水，渐渐被点醒了。从前我生怕自己行为过激，他们会伤害女儿出气。可他摆明了就是不想让我好过。不管我软弱或者是强势，最终都是一个结果。既然如此，他不仁，我也可以不义。见我半天没回复，王阳妈妈又发来了消息：你遇见困难别不好意思说，我七大姑八大姨都在这边，随时可以做你的后援。我谢过他后，计划已经在心里慢慢有了雏形。徐志欺负我孤身一人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何尝不是我的优势？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可他有父母，有事业，这也是他数次搬家都没有离开这座城市的理由。王阳妈妈有句话说得很对，打败无赖的办法，就是比无赖更无赖。况且作为小学老师的徐志来说，名声好像对他格外重要。我又上徐志家闹了一次，这一次我言语激烈，激得徐志有些口不择言。一个丫头片子而已，我就是不让她读书，又怎么了？对呀，我不喜欢她，但我就是不给你，就是见不得你好过。我明了告诉你吧，我马上就要有儿子了，到时候你宝贝女儿就是我儿子的保姆。即便有备而来，我还是被气得不轻，没有刻意假装，我都气得脚不踉跄。我的手悄悄按下结束键，保存了这段录音。趁着周末，我紧急赶制了一个硕大的展示牌，最上面红色标题十分醒目：徐志养情人，打原配，抢孩子，禽兽不如。底下还贴心地配了之前捉奸时收集到的各种照片以及注释。星期一临近放学的时候，我扛着展示牌，胸口吊着大喇叭，大摇大摆地来到一中门口。徐志是一中小学部的数学老师，我可以不要脸，就看他要不要脸。我到校门口的时候，还有10分钟下课。面对行人的注目礼，最初我还有些脸皮臊得慌，但想着女儿此刻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受罪，这点小事瞬间不值一提。我找人打听好了，徐志是今天下午最后一堂课，此时人还在学校，而校门口是他下班的必经之地，今天必得撕个鱼死网破。下课铃响起，随着老师学生陆续走出校门，我面前的人也越围越多。他们对着展示牌指指点点，小声讨论。渐渐有学生认出了这是自家老师，还开始拍照分享。徐志终于也随着人流看见了我。待看清牌子上都写了什么的时候，他脸色大变，拽着我的胳膊就将我拖了起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丢人现眼！我曾经觉得他这些不堪的过往也算我的伤疤，所以总是藏着掖着。但脸皮值几个钱？再说，应该觉得丢人现眼的也不是我。
我学着徐志妈妈的泼妇样，顺势摔倒在地，拽着徐志的裤脚哭诉，任谁都扶不起来。我求求你，把孩子还给我吧！你跟谁在一起，我都不管你了。你让我净身出户也可以。我尽量将自己说到最惨。人来人往的，徐志的脸瞬间就白了。这么久的时间都像个泼皮无赖的他，突然语气软了下来。你先起来，有事我们好好说，我马上让你跟娇娇通电话。可当我问到娇娇在哪儿的时候，徐志又变得支支吾吾。你是不是把她送回老家去了？徐志眼神躲闪，但依着这10多年我对他的了解来说，我猜对了。徐志借机跟我承诺，只要我马上离开，他回头就将女儿送到我家。但我知道，只要徐志脱离了这个被动的境地，他立马就会反悔，说不定怀恨在心，还要狠狠打我一顿。我绝不能退缩，于是我们僵持不下。由于这种事对学校影响实在不好，连校长都被惊动过来了。看着校长阴沉着脸朝这里走过来，我眼疾手快地打开录音，再用喇叭扩大放了出来，保证在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徐志那些尖锐刻薄的话，一时之间被所有人听了去。他伪君子的面具也被我彻底撕下。见校长来了，他终于慌了，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夫妻一场，你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我都说把女儿还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知道他不是诚心的，我故意激怒他，我现在不想要女儿了，你不就是仗着我舍不得女儿，不想让我好过吗？只要我不要女儿了，你也别想逃出我的手心。”徐志经不起事，被我轻轻一击，他暴躁的情绪瞬间摆在了脸上。他一脚踩烂我的手机，又强行撕毁我做的展示牌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你个死八婆，怎么不去死？”待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也下意识觉得不对。我强忍着嘴角的笑意，示意他看看周围举着手机的学生老师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证据你是毁不完的，但你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分明就是因为这些事是真的，而感到心虚。你输了。”徐志拳头握了又松，机欲扇我耳光。我仰着头，冷静对视：“打呀，朝这儿打，打得越狠越好。”徐志呼吸不稳，手气得发抖，最后的理智让他强忍着将气憋了回去。最终，徐志被黑着脸的校长呵斥着带走，他的铁饭碗注定是丢了。看着他吃瘪，在校长面前手足无措的像个孙子样，我就觉得痛快无比。连日阴霾的心情也终于见了点阳光。王阳妈妈听到我大获全胜后，比我还激动。在我们深入交流下，我惊喜地发现，王阳妈妈就住在徐志隔壁小区。眼下徐志焦头烂额，但他那个拎不清还思想封建的妈妈也是个祸患。对付他，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有限。于是我厚着脸皮提出可自己的恳求：“你之前说那边你亲戚很多，能不能麻烦叔叔阿姨们出去跳广场舞？打麻将的时候多说说宋家的事，如果不方便也没事，谢谢。”措辞了好久，我才发出这句话。王阳妈妈秒回：“哎呀，我们这是想到一块去了。我想跟你说，还怕你嫌我多管闲事了。你放心，这一片我熟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我定然叫他们连门都不敢出。”虽然素未谋面，但他说的话就是让我格外安心。我潜意识选择了相信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耐心等待着，
王阳妈妈甚至把我拉进了他们家族群里。可爱的叔叔阿姨还时不时跟我汇报进度。我广场舞群里的人都晓得那徐志妈妈是个什么德行了，还想跟我们一起玩，门都没有。那个丽丽家不是开了个超市，门上贴的狗跟徐志一家不得进入，笑死我了。女娃你放心，我女儿走过的弯路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走一遍。以前是我不在她身边，现在我就是你妈妈。愤怒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拥有了一个家，一个温暖可靠的港湾。我鼻子一酸，眼前渐渐模糊。徐志罕见地主动跟我打了电话：“你个贱人，害我被学校开除了，而且我爸妈现在连门都不敢出，买菜都要跑好远。今天还差点被车撞了，是不是你干的好事？”风水轮流转。看着他气急败坏的短信，我像以前的他一样已读不回。渣男最终妥协地发来最后一条消息：“明天见个面，我告诉你女儿的具体地址。”终于踏出了胜利的第一步，我激动的打字的手都在抖。半晌，我只回复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我第一时间将阶段性胜利告诉王阳妈妈，万分感谢她。我从未想过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能为我做到这个份上。我看着女儿的照片，默默在心里给自己打气。但现在还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。凭着自己这些年对徐志的了解，我继续跟王阳妈妈商量接下来的事情。徐志如约跟我见了面，并告诉了我女儿的消息。原来女儿被藏在他远方表哥家里，难怪我问了好几个徐志的亲戚，他们连犹豫都没有，就一口回绝，说没见过我女儿。徐志跟这个远方表哥关系很一般，甚至因为徐志妈妈看不上表哥的爸爸，两家人前几年还有点过节，老死不相往来那种。所以这家人根本没在我的考虑范围内。徐志为了让我找不到女儿，竟然狠心将她丢到那里寄人篱下，过的什么日子可想而知。是南部县徐家村6组11号对吗？我反复确认了3次。徐志不耐烦地点头，然后话头一转：“你害我丢了工作，还把我妈气病了。这事不解决，你知道女儿在哪儿也带不走，带走了我也不会让你们日子过得安生。我也不要多了，你就赔偿我150万的精神损失费就好了。150万是当初我离婚时带走的所有财产。我10几年如一日的付出，在徐志眼里通通一文不值。”我握紧拳头，重重砸在桌子上，引得旁边的人纷纷侧目看了过来。“你个人渣，这分明就是敲诈！”没了牵制的徐志更加像个无赖。看来你也没多爱女儿吧？这些身外之物都舍不得。我稳了稳心神，提了我的要求：钱我可以给你，但你得先让女儿跟我视频，让我确保她还是好好的。徐志同意了我的请求。视频接通的那一刻，我呼吸一滞，心高高悬起，揪得生疼。手机那头的小女孩又瘦又脏，我险些要认不出，那就是我曾经白白净净的女儿。她在灶台前烧着火，手上还有类似鞭打过的伤痕。她看向我时神情木讷，静好一会儿才辨别出我是谁。“妈妈！”一声妈妈喊得我恨不得立马飞到她身边。隔着屏幕的我频繁点头：“妈妈在，妈妈在。”听见我的声音，女儿眼里也总算迸发出些许激动、喜悦的正常情绪。我这才渐渐放下心来。表哥十分不耐烦地叼了根牙签，我还能饿着他不成？
整天好吃好喝的供着，连个火都烧不好。说好的放几天，啥时候接回去啊？我还想安抚两句，徐志却抢过手机，将视频挂了。看到了，人还好好的，快回去把钱准备好，不然我可不敢保证，你下次看见时还是不是好的了。禽兽不如的东西，竟然拿自己亲生女儿的命来威胁曾经同他相伴10年、同甘共苦的女人。面上我假装被吓到，求着徐志再宽限几天。你也知道，为了房子我还欠着债，先给我几天时间筹钱还贷款，才能卖房子。给你钱呀！见我又回到了从前卑微的态度，徐志瞬间放松防备，大发慈悲地答应了。看着他大摇大摆离开的背影，我眼里全是刻骨的怨毒。在咖啡厅里，我跟徐志整整拉锯了2个小时，为子嗣带妈妈接走女儿多争取一些时间。之前在校门口，我套出了女儿的大体位置，就果断联系好了离老家最近的子嗣带妈妈，恳求她在合适的时间帮我接走孩子。刚刚我手机放在包里，其实一直跟王阳妈妈通着电话。根据我们商量好的计划，她知道女儿的具体位置后会立马报警，并且转告离徐志老家最近的子嗣带妈妈。在我跟徐志周旋的时候，他们就趁其不备带走孩子。等我摆脱徐志后，再连夜开车赶回老家接走女儿。因为我从未想过徐志会甘心咽下这口恶气，好好的把女儿给我送回来。所以不管是为钱还是为了什么，徐志在目的没有达到之前，都可能再次转移孩子。我只有这样做，才能在女儿被再次转移之前救回她。徐志一走开，我就手抖着点开子嗣带妈妈联盟群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自私地觉得，他们毕竟是陌生人，怎么可能为我竭尽所能？或许女儿现在不仅没有脱险，还在受罪，或者是女儿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火坑。群消息99加，我来不及细看，第一眼便浏览到最后2条信息：一张女儿的照片和孩子已平安接回。图片是一个陌生且憨厚的大姐，手里牵着我瘦小又无助的女儿。知道女儿终于安全的那一刻，我长期以来紧绷的弦突然就断了，腿酸软无力。不顾旁人的目光，我跌坐在地，又哭又笑。在长达500多天的拉锯战里，我终于获得了胜利。我怀揣着兴奋，马不停蹄地开车赶回徐志老家。好在徐志老家离这儿只有100多公里。去帮我接回孩子的杨晴妈妈口述，她接到消息后立马赶了过去。警察比她更快一步到了表哥家，表哥一家也是地痞无赖，丝毫不把警察当回事。有人报警说你们家藏匿了失踪小孩，表哥将我女儿抱在怀里，这可是我侄女，明明是他爸把她送过来的，怎么就失踪了？我证明了我跟女儿之间的亲子关系，并实名委托杨晴妈妈带我接走女儿。杨晴妈妈一眼就看出表哥是个什么性子，知道好言相劝没用，于是另辟他路。她瞧着女儿手上的伤口，开始半威胁地跟她普及虐待孩子要被判多久。女儿看见我让她相信杨晴妈妈的视频，也鼓起勇气，开始指责表哥虐待殴打她。于是警察得到了将人抓回去的正当理由。杨晴妈妈也平安带回了我的女儿。我赶到杨晴妈妈家时，已经半夜2点。在杨晴妈妈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儿本已沉沉睡去。
我开门时也格外小心。可就这细微的声响，没有安全感的女儿还是瞬间清醒了过来。她下意识蜷缩在角落里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我没有偷懒，不要打我。”见此情形，我的心立马酸涩无比。她揉着眼睛，待看清我是谁后，高兴地朝我飞奔而来。她终于可以放声大哭：“妈妈，我好想你呀！”一句妈妈击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所有酸楚都化为眼泪流出，只余下满心欢喜。怀里的女儿瘦得只剩骨头，我轻轻地抱着她，甚至不敢用力。待女儿终于哭累了睡着后，我才来得及查看她身上的伤口。好在表哥虽然性子暴躁，也没有太过虐待女儿，只有几个表皮的伤口。女儿如今这副模样，更多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迟早可以养回来的。女儿总算回来了，徐志再也没了牵制我的把柄。我在心中怒骂了徐志千万句，我可不会就这样轻易放过他。在杨晴妈妈家休憩了一晚，我只睡了3、4个小时。趁着凌晨大家没醒的时候，我出门取了1万块钱现金。我叫女儿给我开门，女儿也很乖的，没有惊动任何人。我将钱放在鞋柜上后，就想悄悄走，谁知道还是被杨晴妈妈发现了。她开着车硬是追上了快要到高速路口的我，她强硬地将钱塞到我手里：“不就帮你接了个孩子，多带个事？你经历过的事我也经历过，你的感受我最为明白，随便换成谁，我都会帮的，不要有负担。再说这个阶段你最需要钱了，等你以后缓过来再请我吃顿饭就成。”骨肉分离，亲人背叛之痛，在这一刻仿佛都被这些萍水相逢的亲人治愈。我裂开的心也正在一点点自我修补。前方一片明朗，带着感激和喜悦的心情，我回来了自己的城市。在事情没有彻底解决之前，我请了保镖，时刻保护我跟女儿。刚进小区，徐志拎着个空酒瓶，醉醺醺地跑了过来，越发像个变态：“你因我说好的筹钱，结果去把女儿抢走了。你害老子工作丢了，父母晚年都没个安宁，现在晚晚卷走了我所有的钱，还要把孩子打了。”徐志一咕噜的诉苦，听得我心情大好，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。那个婉婉我见过一次，跟徐志也是半斤8两。徐志丢了饭碗，臭名昭著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。一无所有的他，突然意识到女儿或许真是他们徐家唯一的根。女儿，你把女儿还给我！你个婊子，老子跟你拼命！女儿怯生生地躲在我身后，我将她抱在怀里，不断安抚地拍着她的背，别怕。而嚷嚷着要拼命的人，在保镖手下毫无还手的能力。他挣扎了2下，就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，嘴里骂骂咧咧的，含妈量极高。我紧紧护着女儿，用怜悯的眼神俯视着徐志，坏事做了这么多，这点惩罚就受不了了。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了。我最初将女儿接回家的时候，她只敢跟我说话，有点风吹草动就像惊弓之鸟。我心疼到无以复加，只能用自己的爱去治愈她受伤腐烂的伤疤。在我的不懈努力下，女儿终于可以跟人自由交流，只是还不能提到她爸的名字。旁人问一句她爸爸在哪里，她都会害怕到发抖。每次看见女儿这模样，我就恨得牙痒痒，恨不得立马把徐志千刀万剐。只有彻底解决了徐志，
我才可以真正高枕无忧。虽然徐志已然成了一滩烂泥，但不够，比起他对女儿造成的伤害，远远不够。将女儿放在安全的地方后，我又回了一趟老家。我花钱将表哥保释了出来。表哥的爸妈年龄已经大了，看见自己儿子被抓急得像个无头苍蝇，但毫无办法。而且他们平时人缘很差，根本没人肯帮他们。所以见我主动救了他们儿子，瞬间气就消了大半。只有表哥仍旧警惕地看着我。来之前，我特意将自己打扮得格外狼狈，扮作比他们还穷困潦倒的样子。我握着表哥妈妈的手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都怪我害了表哥，这些日子我自责不安，一定要来亲自道歉。但要不是徐志不地道，迫不得已，我也不会出此下策。你们做父母的应该能理解我的心情。我态度诚恳的，就差跪在地上跟他们磕头了。见表哥父母神情缓和，我抹了抹眼泪。徐志总嫌弃你们是穷亲戚，说你们脑子没开化，我看你们可比他们通情达理多了。听这话，表哥爸爸瞬间来了气，对着表哥妈妈劈头盖脸就是一阵骂。我就说，你们家那亲戚是个狗眼看人低的，帮他带了大半个月的孩子，1分钱没给不说，还把自己儿子送进牢里了。我就说不接着烂摊子，你非说顺手，你看看你做的好事。气氛到位，我顺势塞给他们5000块，感谢你们帮我带了半个月孩子，还让我们母女团聚，你就是我们母女的恩人。5000块对于他们来说不算小数目。两人对望一眼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。毕竟儿子1年也挣不到2个钱，进去坐2天牢能挣5000，还是划算。他们瞬间忘了之前的不愉快，闺女短闺女长的叫我。我又叹了一口气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现在一个人带孩子，就这点本事，不像徐志手里捏着100-200万的。听着这个天文数字，夫妻俩瞳孔肉眼可见的放大。表哥终于表了态，将烟头丢在地上，用脚狠狠地撵了上去，面目狰狞。老子去找他算账。坐牢的怨气加上金钱的诱惑，足够了。其实表哥情节不算严重，本来也拘留不了太久。我不如做个顺遂人情。看着他们抱团多没意思，狗咬狗才好玩吗？表哥很快就找到了徐志家，要求他赔偿自己精神损失费，还有帮他带孩子的费用。别说徐志现在没钱，就说他憋得一肚子火，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妥协。我送女儿过去给你们当免费劳动力，你们还得寸进尺呀？他反过来怪表哥不机灵。再说你要是聪明点，我女儿至于被抢走吗？现在女儿没了，150W 也打水漂了，你害我人财两空。徐志一句话踩中雷区，更加验证了我话的真实性。两人一言不合扭打了起来，最终以表哥折了胳膊，徐志断了腿告一段落。那一条胳膊算补偿了我女儿受的半个月罪，而徐志自此也意志消沉。家里的存款被情人卷跑了，徐志这个唯一的收入来源又断了。自此，徐志年迈的双亲还要反过来照顾他。徐志爸爸60几岁了，被迫出来搬砖养家。王阳妈妈的亲友团持续为我播报他们的最新情况。据说一家3口天天吵架，徐志埋怨自己妈不好好对女儿，让我钻了空子。徐志妈妈埋怨她自己没本事，还朝三暮四，不要我这个贤妻良母，倒是被狐狸精把钱卷完了。
看来他们还是分得清是非对错的嘛。但他们再也没有悔过的机会了。一家三口下半辈子都注定没有安宁的日子。徐志一家竟转而想哄好我这个被他们再三践踏之人。毕竟哄好我，钱、房子、女儿、保姆都齐了。事到如今，他们挽回道歉的话，都变得十分真诚。但我心中波澜无惊，毕竟他们早已在我生活中被除名。而且我已经卖了房子，带着女儿搬到了其他城市，此生都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临走前，我请王阳妈妈一家好好吃了顿饭，又特地回徐志老家请杨晴妈妈吃了饭，并让女儿认他们做了干妈。我再三承诺，等我缓过来就好好报答他们，他们却从未想过回报。一个帮我准备吃食，一个给我介绍他当地的朋友，积极为我之后的生活做打算。他们的恩情我铭记于心，不是亲人甚是亲人。我突然明白了女孩帮助女孩的真正含义。女孩就该站在阳光里，我们皆为一体，相互绽放，理解、共情。女性也可以是勇敢的代言词。女儿耽误了近2年的课程，只能跟着比自己小几岁的小朋友一起从1年级学起。本来已经开朗不少的女儿，又生出了胆怯心理。她怯生生地拉着我衣角：“妈妈，他们会不会笑话我？”我只能耐下心来鼓励引导，并时刻关注女儿的心理健康。不管回归正轨的路有多长，至少现在的我每天都活得有目标、有希望，不再是行尸走肉。等一切渐渐稳定后，我成为了子嗣代妈妈的组织者之一。我希望我成功的经历可以帮到其他姐妹，也希望能成为更多陌生却跟我有相同经历姐妹的坚强后盾。因为经历过，所以更加能感同身受。同时，在郭晓明律师的普及下，我们得知保护我们的法律也在日渐完善。2021年10月23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》出台，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。其中第20条规定，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，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，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。2022年1月1日，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正式实施，对抢夺、藏匿孩子、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方开出首张家庭教育令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，会有越来越多的母子团聚。只愿世上再也没有子嗣代妈妈。